我就还是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吧，然后没有准备太多的 PPT， 感觉核心是交流为主。对，还是多跟大家交流交流。首先，我先做个自我介绍，可能就是一些在场的小伙伴也好，或者是一些线上的玩家朋友也好，更熟悉我的另外一个马甲，就是前段直播的时候，就是我的英文名叫 Leo， 对，是以这个名字先跟大家见面的，然后今天算是通过这个机会正式调了个码。对，然后真名就是田家山嘛，然后我那个非常感谢就是 TapTap 给的这个机会，能跟线上和线下的行业内的朋友们一起交流。首先先做个简单自我介绍，就是我大学学习的专业实际上是消防工程，对，然后并不是说科班出身，但是消防工程教会了我2个点，然后怎么研究燃烧，怎么炒热市场热度，以及怎么救火，怎么把一些紧急的事情快速的解决下来。对，这是我受益匪浅的，就是通过我的大学专业受益匪浅的2件事情。然后从一环的首报开始，我和团队的小伙伴们就一直在负责一环整体的外宣工作，然后包括了一些玩家反馈和信息的收集，以及去做好玩家跟研发之间的沟通桥梁这些事情。对，然后大概是这个样子。首先我先做一下就是一环整体宣发思路的一个回顾。就是一环这款产品在之前我个人操盘的产品宣发上会有一个核心的特别大的区别，就是之前我操盘过的产品大部分会以就是外宣去包装为主，说白了就是比如说可能一个100分的产品，我要把它包装到150分、160分甚至更高，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怎么说呢？对于一些产品的过度包装，有时候可能会收到玩家的负面反馈，所以说在一环这款产品的立项之初，我们在跟研发的制作人交流的时候就有讨论过，就是一环是决心要做一款长线的2次元的内容产品，所以说它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一定要建立跟玩家之间的信任，就是比如说我还是按照之前的宣发逻辑，然后去把这个说不好听一点，就是把这个产品往死命的去吹，然后玩家真正下载下来之后发现货不对版，那这样的话大家对于这款产品的初印象，或者是大家对于我们产品的最基础的认知，就是我们不是一个靠谱的研发，不是一个靠谱的产品，不是一个去讲实话，然后愿意跟玩家建立信任、建立交流的一个产品。所以说，在这个版本在立项之初，尤其是在跟研发沟通的过程中，我们就决定了，就是在一环整体发行的思路上，我们会更加克制一点。然后更加的让玩家能够感受到，就是我们外宣出去的东西，就是玩家实际能够体验上的东西。当然，可能上线之后会有一些体验上的差异，我们也会尽快的去把它修复掉，bug 我们就修掉嘛，去把它做得更好，让玩家有更好的体验。当然就是围绕着跟玩家建立信任，实际上二游有很多宣发思路都是按照这个方式去进行的，比如说每个版本，然后我们都会在固定的时间有固定的前站直播，然后前站的直播的内容分块儿，然后会介绍下一个卡池的角色，然后会介绍下一个卡池的下个版本的核心剧情以及一些核心的玩法，然后再比如说每个版本固定的时间，就是固定的周期时间是上下卡池各21天，然后再比如说我们会在固定的时间以及固定的规律去放角色 PV， 实际上这些算是跟玩家之间达成一种默契的交流，就是我会在这个时间卡点去释放这些内容，然后如果说没有到这个时间卡点的话，大家也不用担心我是在储备这些想要爆料的东西，而不是说我研发或者是我发
行，在摸鱼划水，然后不去为游戏考虑，对，是这个样子。然后基于这件事情呢，就是当我们发现，就是现在回过头来发现，在跟玩家通过不断的磨合，因为实际上我们在过程中是有调整过一些外宣物料释放时间的，就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为了照顾，因为我们是一款全球发行的产品嘛，一开始的时候为了照顾海外玩家的时间，我们有尝试是不是要把就是 PV 这些核心物料的释放时间放在早上9点，但是尝试过后发现，实际上效果是不如我们预期的，就是属于那种稍微有点两头不讨好了。所以说我们干脆就反过来想，那我们干脆就更加照顾一些国内玩家的时差，然后我们把整体的时间就放在了11点，然后更新之后感觉海外玩家那边并没有说因为时间的变更有太大的意见，但是国内的玩家能够在更加舒服的时间，就比如说11点吧，放完之后差不多你弹幕养1个小时的弹幕，12点饭点的时候可以开着弹幕一块儿看那个角色的 PV 也好，或者新版本的 PV 也好，就是对于国内的玩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观看的时间卡点。然后再就是是怎么说呢？一环在这个点上，就除了这些基础的点，然后我们会再往前再多走一步。然后就比如说，实际上，经常有玩家吐槽，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放出来的一些版本前瞻的物料也好，或者是一些新的游戏玩法的内容就是策划，然后在工位随便找了一台电脑，然后进了引擎，然后录完就直接发上来了。对，因为我们就是玩家是能够发现，就是我们很多前瞻的视频里面也好，或者是外宣的 PV 也好，里面有很多就是忽隐忽现的，比如说忽隐忽现的鼠标，然后之类的这些内容。再比如说，有的玩家甚至在吐槽我们就是 PV 做的不如实际，就是实际效果反而比 PV 宣发的更好，就是诸如此类这一些例子，实际上都是跟研发交流之后，我们想要呈现给玩家的一个效果，并不是说我们核心的目的还是说想要让玩家知道，就是我外宣上所有呈现给玩家的游戏效果，都是你能够在自己在玩游戏过程中能够体验到的。然后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更加加深玩家对我们的信任。然后基于这些，就是我们会觉着都已经在外宣上做到不过度包装，然后在游戏内尽量能够把最终的效果呈现给玩家。既然我们在发行和研发的双端都已经达成一致，做到都想往这方面去了，不如索性就是我们再去多加强一些跟玩家的交流，然后奔着去跟玩家交朋友的思路去做发行、去做运营。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前期在跟研发整个的交流过程中定的一环这款产品一整个的宣发思路。所以说大家能够看到，就是有的时候一些怎么说，我们的玩家对于我们这些发行也是怎么说，爱之恨责之切吧，都在问我们为什么不进行大规模的买量宣发，为什么感觉很多东西都是一些 KOL 或者是一些生态作者产出的之类的这些事情。实际上我们是更想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也好，或者是更想通过更加踏实的方式也好，把这款产品作为一个更加长线的内容型产品去往前推进。OK， 然后第二点就是在定了这个就想要跟玩家交朋友整体的一个宣发的调性之后，然后我们也会反过来思考自己的产品和市面上的一些其他产品，因为其他产品的一些核心区隔。因为怎么说呢，玩家的时间是一定的，而且现在已经没有所谓的二次元文化是亚文化的这个
这个现象了，因为现在二次元文化已经逐渐成为一种主流文化了。也就是说，我们的用户平时不仅在玩一些传统的二游、传统的大世界游戏、传统的内容向游戏，他们平时也会去玩单机，也会去玩一些 MOBA 也好、FPS 也好这样的游戏。那么，相对于就是一些强社交、强交互。竞技性更强的游戏而言，我们的游戏的优势或者是二游的优势，二游的优势到底在哪里？然后我们交流之后，跟团队里的小伙伴交流之后，我们会觉着二游的核心体验还是在于说世界观、剧情、角色、人设这些等等这些内容上的东西，就是我给玩家搭建了一个足够开阔的大世界，然后这个世界的世界观足够丰富。足够多样，足够足够多彩，然后在这个大前提下，会有形形色色的角色，就是那种怎么说性格不同的角色来到这个大世界中，然后以你为中心，然后去进行一整串的群像剧的描写，对。是这个样子，也就是说，实际上通过分析整体二游玩家核心会喜欢的这些点，就会发现，就是所有的二游玩家之所以会发自内心的肯定，基本上都是源于对于某段故事剧情，就是游戏的某段故事剧情，或者是游戏里的某个角色的认可。然后进而认可到你这个游戏，然后进而认可到你这个制作团队，然后进而可能就是产生一种某种凝聚效应吧，就会觉着说对你这个团队信任之后，你不论是之后进行版本更新也好，或者是进行新产品的宣发也好，都是有非常大的助力的。基于这一点，我就会觉着说，其实二游的玩家，相较于玩家这个词，我可能会想到一个更加古早，然后更加我觉着就还挺有意思的词，叫同好。就是这个词确实很古早了，对，因为大家都是因为就是喜欢你的游戏里的这些内容，喜欢你游戏里的人物，喜欢你游戏里的剧情，而来到就是而凝聚在一起，愿意长期陪你走下去，然后愿意跟着你的游戏一起成长、一起迭代、一起去，把游戏变得更完善，去期待更多的你的新剧情的发生，去期待你更多新角色的推出。所以说，他们就是因为更加喜欢这个世界，更加喜欢这些故事剧情，而跟你凝聚在一起的。所以说，我觉着相对于玩家这个词汇，可能同好更能贴切的去形容，就是我们在宣发过程中更愿意去跟玩家沟通，或者是把玩家放在的一个位置。OK， 那就是接下来就是既然就是我们已经把玩家定义成同好，且我们想跟这些同好就是搞好关系，我们去交朋友，然后我们会觉得说，就是大家既然奔着交朋友的目的去，首先要放弃的就是对产品的控制欲，因为确实就是作为内容上的产品，有的时候就是在制作的过程中，可能或多或少的会受一些就是研发策划也好，或者是一些过程中的制作人员的就是个人意志的影响，但是游戏作品本身它会有一些它比较特殊的，它尤其是内容上产品，它有一些自己的特殊性。首先就是游戏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产品嘛，就是你是在用游戏去讲故事，你是在用游戏去建立一个角色的人设，以及你是在用游戏去演绎一段剧情，但是它同时又是一款商业化产品，尤其是它同时它又是一款商业化产品，然后玩家就是玩家是付费的，然后玩家是不断在体验你的游戏过程中不断去给你充值的，然后与此同时，游戏还是一个服务性产品。因为你在不断版本更迭的过程中，就是玩家并不是尤其是像二游现在是不断
迭代更新的嘛，它不像是单机就是一次性买断产品，它是不断迭代更新的。然后在整个长的生命周期中，你需要不断的去服务玩家，去不断的去给玩家更好的游戏体验，然后不断的去解决一些可能某个版本确实距离玩家预期比较远的进而产生的一些情绪问题。那么就是实际在这个游戏长线的生命周期中，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玩家对于某个版本的内容、某个角色的出现方式，或者是你营造的世界观剧情不是很喜欢，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就是在跟研发整体的沟通过程中，然后会跟研发达成的一致意见是，我们会选择放弃自己的控制欲，就是把游戏产品的评价权和未来方向的建议权还给玩家，然后更多的去听取玩家的建议，然后让玩家选择自己的方式和自己去体验自己喜欢的剧情，而不是过多的去通过什么强行教学或者是强行捆绑奖励的方式去教玩家玩游戏，就是你这么玩就是对的，然后你那么玩的负反馈会更差。我们不会去进行这样的就是整体在游戏上的策划，而是说更多的把选择权开放给玩家。比如说，我们在做整体的都市活力系统的时候，我们有提供了类似语言雏形，就是滴滴嘛，然后麻将，然后最基础的感觉国人都会喜欢一些的，就是休闲益智小游戏，然后再比如说那个钓鱼等等多种多样的都市活力的消耗方式，然后它同样都会消耗都市活力，然后玩家只需要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进行游戏，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会发现，就是玩家可选择多样性多了之后，他们不同类型的玩家会给你的反馈不一样，然后你再把这些玩家的建议收集起来，然后它就能够反推游戏，能给游戏更加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提供建议。然后再比如说我们游戏一开始在定卡池策略的时候，就选择了就是波埃池加那个命座自选，就是一种比较偏说实在的，属于让利比较大的一种抽卡逻辑和方式了。然后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想就是内部在讨论的时候也有在想，就是既然我们都已经把卡池让利放在这里了，然后那么不如索性我们在深渊的水温上也稍微进行一些控制，减少一些玩家的数值焦虑。然后这种情况下，让玩家有更多的时间去感受一环所营造出来的整个世界，而不是把玩家困在就是我如果说不去干角色，然后不去干角色的练度，这一期深渊奖励我就拿不满的这种数值焦虑上。然后再比如说1.1版本，就是1.1版本整体我们推了娜娜丽的剧情吧，就是游戏里的一个核心的前期角色，推了娜娜丽的剧情，然后娜娜丽的剧情，然后人设的塑造，然后再结合上她的演出方式，然后让玩家对于这个角色的好感度也好，还是一些后续剧情的发展也好，都有了非常高的期待。然后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会觉得说，如果说1.2版本，然后我们再接着娜娜丽的剧情往下走，可能某种意义上不太能回应玩家的预期。所以说，就是基于这个点，我们就会把后面就是因为我们肯定会储备一些版本嘛，然后我们把下一个更偏玩法向的版本，然后提前放在1.2版本，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有更加充足的时间去组织和修改一些1.3版本的演出方式，然后让玩家能够在1.1的剧情体验心流下，能够更加好的去把前面的相当于说1.0、1.1。然后一直到1.3，就是这一段过程中的剧情能有一个完美的收官，对。
然后最后一点就是，既然刚才都聊到了，就是在整体游戏开发的过程中，我们可能要更多的去放弃掉，就是对于游戏的控制欲，更多的把游戏的建议权、选择权还给玩家。那么接下来就是可能更大的一个命题，就是我们如何去听取玩家的意见，然后如何去筛选玩家的意见，然后如何能够听到玩家就是更真正想要的东西在哪里。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会有长线的，因为现在就是 AI 的舆论分析真的特别方便。然后我们自己团队内部其实有养小龙虾，然后基本上是按天，就每天9点半就会有一封就是前一天的整体全网的舆论分析报告发到我们的办公软件里，然后前一天玩家大部分在讨论什么内容，然后这些内容玩家的核心观点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然后以及玩家提的意见和建议，玩家喜欢的点、关键词标签到底都在哪里，都会详细的展现在面前。当然，它只是怎么说 AI，因为 AI 虽然说很强大，但同时它也受限于我们一些前置条件嘛。就比如说，我要给它规定什么是，什么情绪是正面的，什么情绪是负面的，然后什么情绪是那个中性的，以及这些就是通过词汇的定义去定义这些情绪的正负面。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你会发现，玩家大部分情绪比较怎么说，就负面情绪比较高的时候，玩家不会选择直接骂你，他们会选择阴阳怪气。就是用夸你的方式去骂你，然后此时此刻你的 AI 分析可能就会判断这句话是在夸你，是一个正向的评价。然后所以说，除了这些偏 AI 的报告之外，我们都会通过流媒体啊、长视频网站啊、贴吧论坛这些外围的评论区去高频的自搜。去自己去亲眼去看、去体会，然后去看去观察，就是到底玩家最近在讨论什么内容，然后玩家所讨论的这些内容对于我们来说到底是一个正向的反馈还是一个负向的反馈，然后这是最外围的，就是最打底的一层，我们称之为地基的东西，因为它代表了大部分玩家的，不论是因为情绪也好，还是因为现在的整体初体验也好，给游戏的一个评价。OK， 这是最底层的打底，然后中间还有一层是我们特别看重的是游戏内的客服反馈。因为我们游戏内是有专门的，就是不论是 bug 提交也好，还是游戏建议也好，会有这些内容的客服反馈渠道的。然后在这些渠道里面，就是会有热心的玩家，真的是真情实意的给我们提各种各样的建议，甚至连就是这个玩法为什么给他的体验不好。然后如果说我们往什么方向修改，可能对于他来说，或者对于更大部分玩家来说，能够获得更好的体验，这些建议他们都非常详细的写在里面。这些建议就是我们也会每天定时去看，然后把它算在中层，然后再往上一层的反馈呢是实际上我自己是有加一些核心的玩家和那个主播 KOL 这些同学的微信的。然后可能对于一些主播来说，他对于游戏的反馈更多的是在于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就比如说我们游戏新上了一个即刻落锤的玩法，它有点类似于金牌之王，然后主播们就会告诉我这个玩法的直播效果特别棒，因为就是当玩家就是发现主播就一直在吹自己一锤能锤到几千万的获益，然后实际上亏了几千万的时候，或者是明明就是或者是100万的出价明明能获益，但是多打了一个0，打成了1000万，然后直接赔着底掉的时候，整体的弹幕效果和直播效果都是非常棒的。这些偏直播生态的KOL 就会告诉我们一个反馈，叫什么样的游戏直播起来，也就是玩家看起来更有意思。然后当然也会有一些偏视频类的作者，这些偏视频类的作者他们又会分类，有偏攻略类的作者，然后他们会告诉我们说哪个角色的强度可能在他们的评估范围内并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或者是并没有达到玩家的预期，然后希望对这个角色的强度进行一些调整。
然后或者说他们也会帮玩家去问我们官方什么样的配对是更合适的，然后以及什么样的轴能够打出来更高的伤害。这是偏攻略类的玩家，然后当然也有一些偏剧情解说类的玩家。剧情解说类的玩家就会给我们一个反馈的点是，当我们主线进入到那种偏日常或者是偏娱乐搞笑环节的时候，然后他在做视频过程中发现，就是玩家更喜欢看的是某些搞笑或者是动漫致敬的片段的高光。然后当我们剧情进行到某些偏深度或者是偏为后续主线埋伏笔环节的时候，他就会告诉我说，这部分内容可能我去做深度解析，玩家会更喜欢看。然后这是另一部分，当然还有一些最顶层的玩家建议，就是会有一些玩家真的手写万字长文，然后直接一封信寄到工作室。然后通过这种怎么说更加直接或者更加直给、更加真诚的方式，然后对我们的游戏提一些系统性的建议。因为它的就是就是像这种手写信也好，或者是内容也好，我们都是会每一个都会拆出来看的。然后看完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些玩家就是真的是在帮我们做一些特别系统项的分析。OK， 那这些相当于说我拿到的一些玩家的意见反馈的数据来源。当我们拿到这些数据来源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是会筛选出来的几件事情，就是做的几件事，筛选出来的几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我们正在做什么，就比如说有的时候玩家会提建议说，那个。前段时间 B 站特别火的一个视频，就一直在吐槽我们钓鱼钓了没有用，尤其是公测那一阵儿，全都在说你钓鱼的模型都已经做了，但是你仅仅是把它钓出来，然后做个展示，然后就丢到包里了，完全没有后续，没有任何用。然后我们看到那个视频的第一瞬间，实际上就在想，就是那我们是不是要围绕着钓鱼这个玩法继续往后做更加深度的玩法，然后所以说1.2版本的时候就有了那个鱼缸的那个玩法嘛。然后 OK 这一部分是我们正在做的一些内容，我们先放在这儿。然后另外一部分分类就是我们未来要做的事情，比如说有些玩家可能会觉得说我们在1.1版本和1.2版本相对于1.0来说，都市玩法的占比稍微有点弱了，然后他们更想去玩一些偏都市的玩法。OK， 那我们在未来的版本规划中就会看到这样的声音。我们在未来的版本规划中就会把都市玩法的部分做更多的强化，然后让喜欢都市玩法的这部分玩家能够在都市中体验更多的玩法内容。这是我们未来会去做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声音是，我们也想做，但是现在确实工作室的技术力达不到的。比如说有些玩家在质问我们为什么手机上的极致画质还达不到 PC 上的中等画质，这个确实是现在就不论是引擎也好，或者是整体手机的优化能力也好，确实我们技术力还没到这儿，但是我们会长线的去做，对，大概是这个样子。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做这样的梳理之后，就能很好的给游戏一个长线的规划，叫做我们短期内解决这个需求，我们长线情况下去解决玩家对于一些玩法深度的需求，然后以及更长线的内容，就是随着不断迭代的，就是我们去降低玩家玩我们游戏的门槛的需求。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实际上是能跟玩家产生一个正反馈的，只有玩家能够看到我们随时的都在根据他们的想法和建议，把游戏做得更加完善。然后只有就是这种真心换真心的行为，我感觉才是一个能够跟玩家形成很良好的信任关系。然后当只有跟玩家建立了信任关系之后，你才能说真正的跟玩家处成朋友，这么一个过程。OK， 非常感谢大家，就是听我叨逼叨了这么长时间。然后对，如果说就是大家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去一环去体验一下海特洛。谢谢。好的，感谢田家生的分享。那我们的 Q&A 环节，看看现场有没有观众朋友想要提问。OK， 那这边有话筒。
哎，嘉山老师你好，我想提问的问题就是想问一下，当前 AIGC 同人创作领域是已经形成了若干标志性的符号，比如那个朱墨地的那个管理员企鹅，明朝的菲比丘比这类的。那一环的看板娘薄荷，我个人观察到，在一些视频的内容平台，它有形成了类似于薄荷猫猫的这种形象在这里，就想问一下，在后续宣发的规划中，团队是否针对这个类似那个薄荷猫猫的 AIGC 创造这个形象有一些宣发策略上的考量？实际上就是我们团队对于 AIGC 的二创是。非常怎么说？就是一个非常支持的态度，因为我们会觉着，AIGC 某种意义上是降低了玩家表达对角色喜爱的门槛，降低了玩家对于表达对角色喜爱的门槛，因为可能之前，比如说我是一个薄荷厨，然后我想做薄荷的同人，我要么要有一定的音乐的能力，要么要有一定的那个绘画的能力，要么我有一定写文的能力，我必须有一定的专长，我才能给更多的喜欢薄荷的人产粮。但是 AIGC 的情况下，就比如说刚才你提到的薄荷猫猫，然后它就会我说不好听一点，我只需要给 AI 输入指令，然后AI 就能根据我所输入的指令去演算出来我想要产出的粮。然后我认为就是 AIGC 对于二游的二创来说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然后同时呢，它也带来了一些版权上的问题。因为有可能就是一些二创形象的初稿，就是它的例会形象是某一个作者，但是它的动画形象是另外一个作者。然后现在我们就是在做的事情是一方面在积极的去推进 AIGC 二创的内容，然后让更多喜欢一环 AIGC 的玩家能够更高效的产粮，更加没有后顾之忧的产粮，就比如说可能给他们一定的激励或者扶持。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尝试去推动就是各个 AIGC 作者之间的合作。因为确实有的时候你能够发现，就是有些作者，可能会无意识之间形成了侵权，对，然后我们会帮这些作者之间去建立沟通的桥梁，然后让他们能够更好的合作，更好的为更多的同好去产粮。感谢老师非常全面的回答。好，感谢解答。老师你好，就是刚刚听到您提到这个宣发的过程当中，跟玩家的预期可能会有一些差异嘛？那团队在设计游戏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用户在30分钟或者说3天、30天这种时间维度设计的印象体验呢？实际上，怎么说？实际上我们在产品设计过程中是非常看重各个数据卡点的。比如说你说的30分钟，可能它更多的是在数据维度的表现，更多的是次流。比如说你说的30天的印象，在数据维度表现更多的是30流。就是月流，然后我们是非常关注这些数据表现的，然后所以说我们在整体前面测试的过程中，比如说首测、2测、3测，然后会根据不同的数据卡点，然后我们的数据卡点会细节到玩家在进入到哪个任务的时候产生的流失比较高，对，数据打点会比较细致。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能够通过后台数据比较快速的发现，可能就是这块任务，不论是数值也好，还是剧情也好，还是演出也好，或者是可能有些 bug 也好，影响到玩家的核心体验了。然后通过这个数据层面的内容进行调整。然后至于你说的就是更加长线的印象，我理解的是可能会有一些类似二游涨潮期之类的潜在的隐患在。然后只能说就是在生产力没有更加进步的前提下，二游很难解决涨草期的问题，因为你会发现就是二游的它是一个偏内容向的产品，然后基于这个点，它就是当你需要推出来新内容的时候，它就是会带来的一个问题是你需要往上堆产能，但是堆产能这件事情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堆人力就能完成的，因为你堆人力也是有边际效应的。然后当你发现达到边际效应的时候，就是堆人力也没有用的时候，那你只能
就是接受长草期这个事实。然后就跟前面聊到过的一样，就是我们在不断的往游戏里面加入更多的都市活力玩法，其实就是在尝试去解决这个长草期的问题。因为我们既然没有办法绕开长草期，那么我们就索性要让玩家更加愉快地度过长草期。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选择就是去增加就是都市活力，就各种各样的小游戏或者是小内容的玩法，然后让玩家能够在怎么说无痛的或者是选择自己更喜欢的方式去度过长草期。然后在这个同时，我们也会深化这些，就是比如说可能拉出来排名。目前来看，就是玩麻将的人最多，然后玩钓鱼的人第二，然后开滴滴的人第三，然后玩俄罗斯方块的人最少。OK， 那么俄罗斯方块这个玩法，可能我们继续的深度挖掘的这个内容，我们就先停掉。然后既然玩麻将的最多 ，OK， 那么我们可能就往后续不断叠加新的麻将玩法。既然玩钓鱼的人次之，那 OK， 那么我们就把钓鱼的玩法也继续往深挖一下，然后让玩钓鱼的这部分人能够就是更加快乐的钓鱼。就比如说我们也加了就是能够把钓到的比较牛逼的鱼挂在车后面展示的这种内容嘛。我们会觉得说，既然解决不了长草期，那就是要让玩家更加愉快的度过长草期。对。好，谢谢老师。再次感谢田家山的分享与解答，有请入座。